回门宴上，婆婆给我立了3条家规，我当场掀了桌。结婚第5天，我第一次正式回婆家吃饭。筷子刚碰到盘里那只螃蟹，小姑子陆文文啪一下抽在我手背上：“嫂子，你刚进门，不懂规矩，这盘蟹得长辈先动。”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婆婆周美芳已经慢悠悠接了一句：“文文说的没错，新媳妇刚进门，总得知道谁大谁小。”更让我心寒的是，陆彦洲就在我旁边，我们领证才第5天，婚礼的红喜字还贴在我家门上。他低声拽了我一下：“青姨，今天亲戚多，你先别计较。”我看了看自己的手背，2根筷子抽下去已经红了一道，再看看那一桌人，公公陆国平低头喝酒，像什么都没看见。陆家姑姑嘴里嚼着排骨，眼睛却一下一下往我这边瞟，舅妈嘴角甚至还带着点笑。最离谱的是陆文文，她拿筷子打了我以后，自己顺手夹了2只螃蟹，一只放自己碗里，另一只给周美芳：“妈，你吃，这蟹今天可贵了。”周美芳笑的眼睛都眯起来了，还是我闺女心疼我。那盘蟹不是不能夹，只是我不能夹，我这个新媳妇坐在他们家饭桌上，得等着他们吃剩。我慢慢把筷子放下来，文文，她抬眼：“干嘛？你刚才说什么？”她大概以为我准备服软，声音一下更大了：“我说你刚进，我们陆家不懂规矩，咱家好东西要先紧着老人，再紧着小辈。你是嫂子，以后家里有吃有喝的，多让着点妹妹，不是应该的吗？”我笑了：“你几岁？”他愣了一下：“27啊。”27还算小辈？桌上有人扑哧笑出来，陆文文脸一下涨红：“我在我哥面前永远是妹妹。”周美芳脸一沉：“青姨，你跟他叫这个真干什么？文文从小让我们宠惯了，没心眼，说话直。凡是没有教养的，到了家里人嘴里全叫没心眼。”我点了一下头：“那你再把你们家规矩说全一点，我听听。”这话一出来，陆彦洲神色有点不对，他小声叫我：“青姨。”我没理，陆文文反倒来劲了：“那我就跟你说明白，省得以后天天闹。”他把筷子往碗上一放：“第一，过年过节咱家女人得下厨，以前是我妈，以后你嫁进来了，总不能还让我妈伺候你吧？第二，家里吃饭长辈没动筷子，你不能先动。第三，我哥挣的钱以后你不能全攥手里，我妈年纪大了，家里钱最好还是让她管。”我差点气笑：“还有吗？”“当然有。”周美芳居然没拦，反而一脸早说清楚也好的表情。陆文文继续道：“咱爸妈以后养老，你肯定也得出力，你工作又不是特别忙，节假日多回来帮忙。还有我平常回娘家，你别老觉得我是外人，我哥家就是我娘家，我想去就去。”这话说到这里，桌上几个亲戚开始帮腔。陆家姑姑端着酒杯：“青姨啊，其实文文说的糙理不糙，女人结婚就是这么回事，都是一家人，别分太清。”舅妈也点头：“年轻人现在就是太讲究自己的空间，以前我们那会儿一个院子住10几口人，不也过来了？”我笑着问：“那舅妈，你家儿媳妇工资也交给你管吗？”她一下噎住了：“我们家跟你们情况不一样。”永远都是这样，劝别人牺牲的时候，什么规矩都是应该的，真落到自己家里，立刻情况不一样。我没继续跟他说，只看着陆文文：“你刚才的话说完了吗？”说完了，他还很得意：“
嫂子，我也是为你好，你早点适应，以后日子好过。我点点头，下一秒起身就是一巴掌，啪，特别响。陆文文被打得脸一偏，整个饭桌瞬间安静了，连旁边打麻将那桌都停了。他捂着脸好几秒才反应过来，沈清怡，他尖叫一声就要往我身上扑。陆彦洲一把拽住他，周美芳也疼一下站起来，你疯了是不是？你结婚第5天就敢打小姑子，我们陆……我看着他，你不是说他在教我规矩吗？我现在也在教他规矩。陆文文气得眼泪都下来了，哥，你看他。陆彦洲终于把目光转向我，可他第一句话彻底把我心里最后那点期待浇灭了。清怡，你这一巴掌确实太过了。我盯着他，他打我不算过，他拿筷子碰你一下，跟你扇他耳光，能一样吗？怎么不一样？他动手的时候，你看见了吗？陆彦洲沉默，看见了没有？看见了。那你刚才说什么了？他皱起眉，我不是让你先别计较吗？我笑了，真是笑出来的。所以你眼里的公平就是他能动我，我不能还手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是什么意思？周美芳在旁边拍桌子，你别逼我儿子，这是我们家的饭桌。我扭头看着他，周阿姨。他脸都变了，你叫我什么？周阿姨，你不是一直说今天给我立规矩吗？行，那我也说清楚，我和陆彦洲结婚不等于我卖给你们陆家，我有爸有妈，有工作，有自己的收入，也有自己的房子。你女儿27岁了，谁宠她是你们自己的事，我没义务宠她。再敢拿筷子打我，下次就不是一巴掌这么简单，我会直接报警。周美芳脸都白了，好，好，彦洲，你听见没有？这就是你非要娶的媳妇，结婚第5天就在咱们家撒野。我拎起包，你们慢慢吃，这顿饭我消化不了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走，陆彦洲追出来，在楼梯口一把拉住我。清怡，你现在走算怎么回事？我回头看他，饭都吃成这样了，你还想让我留下洗碗？他脸一僵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你现在回去跟文文说句软话，我让他也给你道个歉，这事就算过去了。我听完心里特别凉，为什么是我先说？你毕竟是嫂子，所以呢？你比他成熟一点。我点了点头，陆彦洲，我今天算长见识了。你妹妹欺负我的时候，我是嫂子，所以得让。我还手以后，我是嫂子，所以还得先道歉。合着嫂子2个字就是你们家的出气筒。我把他的手从我胳膊上拿下去，你留下给他撑面子吧，我回家。他看我真要走也恼了，沈清怡，你能不能别这么犟？我脚步一顿，结婚以前你说我有原则，结婚第5天就变成犟了，他没话说了。我没再回头。那天我是自己打车回去的，一路上手机一直响，婆婆、小姑子、陆家姑姑，最后连公公都发了一条，清怡，有事好好说，别让老人寒心。我看着那几个字，突然觉得特别讽刺，老人会寒心，小姑子会委屈，丈夫会为难，只有我不该有感觉。晚上10点多，陆彦洲才回来，脸色很难看，一进门就把车钥匙往柜子上一放。我妈血压都高了。我正在卸妆，那你应该送她去医院，不是跟我说。他明显没想到我这么冷静。清怡，咱们刚结婚，有必要把事情弄成这样吗？
我转过头，事情是我弄成这样的吗？可是你打人了。他先动手的。他那不叫打。那叫什么？他被问得烦了。行，就算他不对，可你现在是不是应该想想怎么把这个事情解决掉？我靠着梳妆台，怎么解决？他大概早就想好了，明天买点东西，你跟我回去，当着我妈和文文的面说一声今天冲动了，文文那边我会跟他讲。我足足看了他5秒。陆彦洲，我们才结婚5天。我知道。那你更应该庆幸。庆幸什么？他皱眉。我笑了一下，庆幸我现在就看见了你遇到婆媳矛盾是什么样子。他脸色变了，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我转身拉开柜子，把他的枕头拿出来放到了客房。今晚你睡那边，我们都冷静一下。他一下火了，就因为这点事。我看着他，对你来说是一盘蟹，1巴掌，对我来说是你们全家第一次测试我的底线。他们测试完了，现在轮到我看你值不值得继续做我丈夫。那晚他站在客厅里半天没动，而我第一次发现新婚的第5天，原来真的可以比恋爱3年更看得清一个人。我以为事情已经够难看了，可第2天早上周美芳发来的那段语音，才真正让我意识到，昨天饭桌上那几句话根本不是小姑子临时发疯，是他们一家早就商量好的。语音只有27秒，周美芳的声音特别理所当然。青姨，昨天的事妈不跟你计较，但一家有一家的规矩，既然你跟彦洲结婚了，你俩每个月留点零用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年轻人不会过日子，妈替你们存着。我盯着手机半天没说话。新婚第5天，他们要教我怎么夹菜。第6天，他们开始教我怎么花自己的工资了。我以前还真觉得那1巴掌是不是打中了，现在看打得一点都不重。早上7点半，陆彦洲洗漱出来，我把手机放到了餐桌上，听一下。他刚坐下，什么？我点开那段语音，周美芳的声音从手机里放出来，你的工资以后就别自己乱花了，剩下的交给我。语音放完，陆彦洲没立刻说话。我看着他，解释一下。这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我妈就老一辈思想，她觉得咱们年轻人存不住钱。姐妹们，我听见这句话的时候，真的有那么一瞬间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。我今年29，工作7年，房贷已经提前还完，手里有存款，家里水电物业从来没有逾期，而陆彦洲婚前还有车贷，是结婚前半年才还清的。到底是谁不会存钱？我端起水杯，你也觉得我的工资该交给你妈？我没这么说。那你怎么说？他低头夹了口煎蛋，咱们可以商量吗？其实我妈也不是真要拿咱们钱，她就是觉得一家人钱最好统一规划。统一到谁手里？我妈只是代管。你自己的工资，婚前交给她管过吗？他动作顿了一下，以前家里开销不一样。我问你交没交过？没有。那你妹妹交过吗？他不吭声。我又问，你妹妹结婚以后工资交婆家了吗？那是他们夫妻自己的事。对呀。我笑了，他们夫妻的钱是他们自己的事，凭什么我们夫妻的钱就成你妈的事了？他脸色有点挂不住。青姨，你能不能别每句话都这么顶？我在问正常问题，你回答不了就变成我顶。陆彦洲把筷子往桌上一放，行，工资不交，行了吧？
听着像让步，可我心里一点都没松，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说我妈不该这么要求你。他说的是工资不交行了吧，就像是我闹了以后，他勉强替我争来的一项特权。我看着他，还有昨天的事。他深吸一口气，青姨，你打了他一巴掌，他脸肿到今天。你买个东西过去，这事就翻篇。我忍不住笑，他知道错了。他给我发消息了吗？没有。打电话了吗？没有。道歉了吗？他不说话。我点点桌面，那他知道什么错？是你替他知道的。沈清怡，他声音重了点，你一定要把我夹在中间吗？我心里最后那点火一下没了，不是平静，是看明白了，是谁把你夹中间的？昨天你妹妹先动手，你不敢管，你妈要求我的工资，你不敢拒绝，现在你跑回来要求我道歉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3个人里面，我以前最好说话。他嘴唇动了动，没反驳。我以前确实好说话，恋爱的时候他工作忙约会迟到，我说没关系，他妈临时叫他回家，我们原定旅游取消，我也没闹。结婚前1个月，婆婆忽然提出彩礼6万6走个形式再退回来，我爸妈觉得没必要计较，钱最后退了。婚礼酒店我家承担一半，婚房是我自己的房，他买了辆15万的车，婚后我们一起用。我一直觉得结婚是过日子，不是打算盘，现在我才发现，我不打算盘，不代表别人没打。陆彦洲见我不说话，以为我松动了，语气软下来，青姨，咱们刚结婚，别因为我家人影响感情，我答应你以后，我跟我妈说，但你明天抽空买点水果，跟我回去一趟。我抬头，我不去，而且以后如果没有必要，我不会单独去你爸妈家吃饭，你想尽孝，自己回。他脸瞬间黑了，你这是要跟我爸妈断绝来往？我没这么说，正常来往可以，立规矩不行，伸手管我的工资不行，拿筷子打我更不行。我吃完最后一口早餐，起身收杯子，他忽然在后面说，那房子的事呢？我手一停，什么房子的事？就咱们现在住这套。他的语气明显有点试探，我妈昨天晚上也说了，咱们结婚了，一直住你婚前房，我在外人看来有点。我转身，有点什么？他咳了一声，像上门女婿。我差点被气笑，所以也没什么，他就是提了一嘴，要不以后有空把我名字加上。你们说，昨天还是工资，今天房子也来了。我看着这个跟我谈了3年恋爱的男人，忽然很想问，结婚前那些我什么都不要你的，到底是真的，还是因为婚没结，他不敢要？陆彦洲，这套房多少钱买的，你知道吗？160多万，首付谁出的？你和你爸妈？贷款谁还的？你婚前还清没有？还了。装修谁出的钱多？你家。那为什么要加你名字？他神色明显难堪，夫妻之间非得算这么清吗？我笑了一下，只要算到你的东西就不能分清，可昨天那盘蟹你妹妹分得挺清楚。他脸一下红了，你怎么又扯到蟹？因为你们家的规矩都是一个逻辑，我的钱叫一家人的，我的房叫夫妻的，你妹妹的家却是她自己的，凭什么？他站起来，你现在情绪太大，我不跟你说。说完拿起车钥匙准备出门，我在他身后补了一句，房子不加名，现在不会，以后也不会。他脚步停下，
这是我婚前个人财产，谁再惦记，我就默认他对我的婚姻动机有问题。陆彦舟嘴唇抿得死紧，最后一句没说，摔门走了。我站在客厅里，看着还贴着红喜字的门，忽然觉得特别荒唐。5天前所有人还说我们天生一对，5天后我已经开始防丈夫惦记我的房子了。上午10点多，我正在开项目会，手机不停震，我没接。会议结束一看，周美芳3个未接电话，陆文文2个，最后是一条微信：周美芳，我们在你家门口。我皱起眉，还没来得及回复，门铃那弹出一张抓拍，周美芳站在门口，陆文文戴着口罩，旁边还放着2个大购物袋。我给他们开了远程门禁，倒不是怕，我想看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。中午我请了1个小时假回家，刚开门，周美芳就沉着脸坐在沙发上，你还知道回来？我放下包，这是我家，我当然知道回来。他脸一僵，陆文文坐在旁边，脸上那1巴掌的红已经基本看不见了，但他一看到我就翻白眼，嫂子，你面子真大，我和妈在这里等你2个小时。我换好鞋，你们提前问我了吗？没问。那等多久是你们自己的事。周美芳猛地拍了一下沙发扶手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是你婆婆，来儿子家还要提前报备。我看着他，这是我的婚前房，彦舟住在这里，因为他是我丈夫，你们是客人。客人2个字把他脸都说绿了。陆文文腾一下站起来，你这人怎么一点人情味都没有？我没接话，倒了杯水给自己，所以今天来干什么？周美芳对陆文文使了个眼色，陆文文立刻开口，我就想拿把钥匙。拿哪里的钥匙？这里啊，他说的理所当然，以后我回娘家总不能每次都让你们开门吧？我差点以为自己听错，回娘家应该去你爸妈家，这里是我家。他立刻急了，我哥住这里，那这里就是我哥家，你哥没有产权。你非要说这么难听是不是？周美芳插进来，结婚了还产权？产权一家人过日子，哪有你这么算的？再说了，他扫了眼我的次卧，文文租的房明年就到期，他那边离单位太远，你这里不是2个房间吗？以后他如果需要偶尔住2天怎么了？我算是彻底听明白了，这把钥匙一旦给出去，以后偶尔住2天会变成他的固定房间。我摇头，不行。周美芳脸立刻拉下来，什么不行？钥匙不给，房间也不住。陆文文腾地站起来，嫂子你别太过分。我过什么分？我又不是来抢你房子，我就是拿把钥匙，那我也只是不给。他气得直跺脚，哥怎么娶了你这种人？我冷冷看他，你要是觉得你哥娶错了，让他跟我离，他一下没声了。周美芳急了，刚结婚就把离婚挂嘴边，你有没有教养？我看了眼时间，我下午还有会，没别的事，你们可以走了。周美芳不动，我直接把门打开，请。那一瞬间，他看我的眼神特别难看。好，沈清怡，你厉害，我倒看看，一个女人结了婚，还天天把婆家当外人，这日子能过成什么样？我笑了一下，过不好就不过。他脸一下僵住，大概没想到刚结婚5天的新媳妇敢这么说。他们走后，我重新检查了门口鞋柜，原本里面放着3把备用钥匙，现在只剩2把。我盯着那个空位置，心里一点点沉下去。昨天那3把钥匙还都在。我打开物业 APP， 找到门禁记录，上午10点07分，周美芳进门。
10:23，陆文文进门。我没给陆彦洲打电话，只发了一条消息：你把家里的备用钥匙给文文了。5分钟后他回，他就拿一把，有时候方便。我盯着方便2个字，这回连气都没生，只是截图保存，然后给物业打了电话。你好，我是8栋1602业主沈清怡，我想预约换锁。那边问，是锁坏了吗？我看着屋里还没拆干净的结婚礼物，轻声道，没坏，就是有人不知道这扇门是谁的，我想帮他们重新认识一下。第2天下午，换锁师傅上门的时候，陆彦洲不知道，我没觉得有必要告诉他，房子是我的婚前个人财产，入户门也是我的，我花了1800换了一套带临时密码功能的智能锁，主密码只有我知道，陆彦洲用的是单独的家庭成员密码。我同时让物业取消了之前周美芳和陆文文登记的长期访客权限。物业小姑娘问我，以后他们来需要业主电话确认才能放行是吧？对，包括您先生的母亲。她看了我一眼，没多问。晚上8点，陆彦洲回来，像往常一样输入密码，错误，又输，还是错误。他给我发消息，你把锁换了？为什么不跟我说？我下午临时换的，密码呢？我把给他的单独密码发过去，没过1分钟，门砰一下开了，他鞋都没换好，就问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关小火，什么意思？换锁？为什么？备用钥匙丢了？他脸色微变。什么丢了？不是文文拿了吗？没经过我同意拿走就叫丢，她是我妹妹，跟所有权没关系。她走进厨房，你非得把事情做这么绝？我转头看她，我只是换自己家的锁，这叫绝？那你未经产权人同意，把钥匙给别人叫什么？她张了张嘴，半天才说，我住这里，我有权让家人方便进出吧？没有。我回答的特别快，他愣住。我把面捞出来，你是我的丈夫，在我们婚姻存续期间，我愿意让你住，但房子是我婚前独立产权，你没有权利把钥匙给第三人，尤其我已经明确拒绝过。他脸色特别难看，第三人？那是我妈和我妹。法律关系上就是第三人，沈清怡。他声音突然大了，我把锅关火抬头，你吼什么？他大概也意识到，继续说很难看，沉默几秒，语气放软。我知道文文拿钥匙不对，以后他来我提前跟你说，锁都换了，这事就算了。我端面出去，他把钥匙还回来了吗？锁都换了还重要吗？重要，因为我要让他知道那把钥匙不是他应该拿的。陆彦洲皱眉，你真是越来越较真。我坐下来，是，以后关于钱、房子、我个人财产的事，我都会这么较真。他看着我好半天没坐下，最后气呼呼进了书房。我一个人吃面，说实话，难过吗？难过。我们结婚前一起挑窗帘，他蹲在地上替我装过餐桌，曾经说以后这里就是咱们的小家。那时我听着觉得温暖，现在才知道，同一句咱们家在不同人嘴里意思不一样。我理解的是我们共同生活，他们理解的是我的资产从此可以被陆家共享。晚上11点，我洗完澡出来，陆彦洲坐在客厅，我妈打电话了。你取消他门禁权限了。对，他很伤心，门禁没了也能伤心，你别阴阳怪气，他觉得你把他当贼防。我走到沙发边，那你告诉他，只要他不做贼惦记的事，我不会当贼防。他气得站起来，你为什么现在一开口就这么难听？
我也看着他，因为好听的话，我讲了3年，没用。什么叫没用？结婚以前我说过，房子是我父母帮忙买的，是婚前财产。你当时怎么说？他不说话，我替他回答。你说我又不是冲你房子来的，那现在呢？你妹妹拿钥匙，你直接给，她还没经过我同意，就已经计划搬我的次卧陆燕洲。你冲不冲房子来的我不知道，但你们家人挺冲的。他猛地抬头，谁说他要搬？这一问反而把事情问出来了。我盯着他，你知道？他明显慌了一瞬，不是，文文租约快到了，他和周凯最近手头有点紧，可能想换房之前过渡1-2个月。我笑了，所以真计划过，就是暂住，住谁家？你跟我的家，我的房，你为什么非要这么强调？因为你们每次想占的时候都强调我们的，我要拒绝的时候就得提醒你，这是谁的？这话太直，他脸上很不好看。你是不是一直觉得我在占你便宜？以前没有，现在开始有了。他沉默，我也没再说。第2天上班，中午我约了林之恒，他是我大学同学，现在做婚姻家事律师，我们在事务所楼下咖啡厅见面。他看到我第一句话，你结婚不是才几天？7天，你就来做婚姻财产咨询。我喝了口咖啡，防患于未然。他听完事情经过足足沉默10秒，你那一巴掌确实快。我抬眼，要教育我？不是。他把吸管往杯里一插，我想说打得挺解气，我扑哧笑出来，这几天第一次真笑。林之恒很快认真起来，爽归爽，后面别再动手，以后真起纠纷尽量让对方留证据，你别给对方留。我点头。他问，房子确认是你婚前全款？对，产权只有你。装修呢？主要也是我和爸妈出的，有发票。陪嫁、家具、家电呢？现金12万，还有首饰，清单留着没有？我妈应该有。共同账户呢？刚开没多久，里面多少钱？我们2个各存了5万，原本打算做婚后生活备用金，以后盯着。还有一点，他看着我，夫妻感情能修就修，但前提是对方承认边界。你千万别犯一个错误，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计较钱的女人，就故意不谈钱。很多人就是这样，女方一说房产账目，婆家就说她现实，最后她为了证明自己不现实，把该守的都让了。真正想跟你过的人不怕你把产权说清楚，越不让你说清楚的人越值得防。我点点头，知道了。从咖啡厅出来，我给我妈打电话，妈，结婚前那些陪嫁发票还在吗？她那边沉默一下，在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你先拍照给我。我妈没追问，10分钟后一套完整照片发过来，床、沙发、冰箱、洗衣机、电视、餐桌，就连当初给我的12万转账凭证她都留着。最后她只发了一句，清姨，过日子可以糊涂一点，产权不能糊涂。我盯着这句话，鼻子忽然有点酸。当天晚上，我把所有材料分成3个文件夹，婚前房产、陪嫁财产、婚后共同资金，全部扫描备份云端。我还专门建立了一个文件夹，名字特别简单，陆家。那时我没想过这个文件夹最后会越来越厚，厚到足够结束一场婚姻。我开始留证以后，最大的变化不是陆家变老实了，是我不再被他们每一句话牵着走。以前周美芳发来一段长语音，我第一反应是生气，现在我第一反应是保存。以前陆燕洲一句你别想太多，我会反思是不是自己太敏感，现在我会问这件事如果换成我对你做，你接受吗？一旦答案是不接受，
那就不用再给自己洗脑。周五晚上，周美芳在家族群里突然发消息，这个周末大家回来吃饭吧。前几天的事翻篇了，年轻人哪有不拌嘴的，看着很大度对吧？我还没回复，陆家姑姑已经接上，就是一家人不计隔夜仇，舅妈、嫂子都主动递台阶了，青姨也别端着。我看了一会儿没有说话。陆彦周晚上回来果然提了周日回家吃饭，我正在整理报表，不去。我妈都说翻篇了，谁翻？他又不是被打的那个。他脸一沉，文文也说不计较了。我抬头，我计较，他拿筷子打我，未经允许拿我家钥匙，到现在没道歉，我为什么要回去？陆彦周站在书房门口，你这样大家以后怎么相处？正常相处？什么叫正常？提前联系，互相尊重，不管钱，不拿房，不进门立规矩，这就叫正常。办不到就少来往。他咬了咬牙，你根本没打算融入我家。我听到这句忽然觉得挺好笑，我为什么要融入你家？我们结婚是建立自己的家庭，不是我离开沈家加入陆家。你娶老婆不是招员工。他一时没话，过了一会儿又憋出一句，反正周日我会回去。好，你呢？我刚说了不去，你不去我妈会很难看，那是她需要处理的情绪，不是我的任务。这句话是林之恒教我的，谁的情绪谁负责，太有用了。以前女人最容易掉进去的坑，就是别人一生气，自己就立刻想办法解决。婆婆不开心，儿媳哄，丈夫为难妻子退，小姑子撒泼嫂子让，久了以后，谁最懂事，谁承担最多。周日，陆彦周一个人回婆家，下午4点，我正在超市买东西，陆文文给我发来一张照片，婆家一桌菜，那盘大虾摆正中间，她故意发，今天虾很多，可惜有人没口福。我盯着看了2秒，回了4个字，多吃点吧，然后把聊天截图保存。他大概期待我生气，见我不接招又发，嫂子有句话我还是得说，你既然跟我哥结婚了，就别总拿房子压人。我慢慢推着购物车回，没人要房子，我才需要说房子。他几乎秒回，谁要你房子了？我们只是拿你当一家人，一家人住几天，怎么了？我停下脚步，住多久？他大概没防备。我跟周凯现在租约下个月到期，新房还没找到，住2、3个月很正常吧？而且次卧一直空着。我看着手机，心里冷笑，终于说实话了。我继续引他，这是谁答应你的？我哥啊，他说了这是他家，我是他妹妹，临时住一下有什么问题？我没再回，直接截图。几分钟以后，陆彦周电话来了，我接起，你跟文文聊什么了？他找我，他脾气直你，别故意套他话。他说你答应他搬进来。那头安静2秒，只是有这个想法，为什么不问我？又不是长期住，一天也需要问产权人。他明显压着火，青姨，夫妻过日子，你一定要这么分吗？我笑了一下，那好，我问你，如果我妈现在说要来跟我们住3个月，你同意吗？他顿住，同意吗？他半天没说话，看，你也知道长期住进夫妻家需要2个人同意，所以别跟我说什么一家人，你只是觉得我不同意他不能办。说完，我挂了。那天晚上回家以后，陆彦周还没回来，我坐在客厅把家庭财务打开，我们结婚以后弄了一个共同生活账户，原本约定2个人每月各存15000，房贷没有，主要用来支付物业水电买菜人情往来和未来旅游，账户里原本有10万出头，我随手看了一眼余额4万3，我愣了一下，再点流水，
3天前一笔6万元转账，收款人陆文文，备注周转。我盯着那3个字，脑子里嗡一下，这一次连火都不是从胸口冒出来的，而是整个人一下彻底清醒。结婚不到10天，他们先碰我的菜，再碰我的工资，再碰我的房子，现在手已经伸到共同账户了。我把流水页面截图下载电子回单，保存，然后给银行客服打电话。你好，我想咨询一下双人共同生活账户后续入金和大额转账提醒设置。做完这些，我没给陆彦洲打电话，甚至没发消息，因为我忽然想看看他什么时候主动告诉我。当天晚上11点，他回来了，洗澡、吃水果、刷手机，一直到关灯一个字都没提那6万块钱。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，那一刻真正让我寒心的不是钱，是他明知道这是我们共同的钱，却觉得给妹妹6万根本不需要告诉妻子。而我第一次没有立刻质问，因为这一次我要让他自己把话说完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正常起床洗漱吃早餐，陆彦洲也像什么都没发生。我甚至问了他一句，最近家里有没有什么大额支出？他拿牛奶的动作停了一下，没有啊。我看着他，确定？怎么了？随便问问。他很快低下头，真没什么。你看，机会给了，他自己不要。我点点头，没再说。9点到公司以后，我先把那笔6万元的电子回单打印出来，然后又给银行打了电话确认共同账户的性质。那是我们婚后双方共同出资的生活账户，虽然任何一方都有操作权限，但资金归属、用途、异常转移在离婚财产分割时都可以核查。我不是马上要离婚，至少当时我还没走到那一步，可我已经不再相信夫妻之间不要计较，因为最爱劝你别计较的人，通常正在偷偷计较你的东西。中午陆家家族群突然热闹起来，周美芳发了一段3分多钟的语音，我戴着耳机听完差点气笑。她哭着说，我这辈子就一个儿子一个女儿，辛辛苦苦把彦洲供出来，结果儿子结婚以后连家门都进不去了。我一个当婆婆的从来没想管媳妇，就是希望一家人和和气气，可他结婚第5天就打文文，现在连门锁都换了。我活这么大岁数，第一次被人当贼防。紧接着陆家姑姑发，嫂子别哭了，现在年轻媳妇都厉害，舅妈再怎么样也不能打小姑子。还有一个，我只在婚礼上见过1次的表姨，青姨条件是好，可条件好也不能不尊重长辈。我没回，等，我现在特别能等。果然不到10分钟，陆文文跳出来，我真不知道自己做错什么了。那天吃饭，我只是提醒嫂子长辈没动筷，她上来就扇我。后来她还说房子是她的，我哥只是住她家，我听着都替我哥难受。他发完群里又是一阵劝，夫妻哪能分这么清，男人住女人房子，本来心里就不舒服，青姨还是得顾彦洲面子。我把这些全部截图，然后发了一句话，都说完了吗？群里一下安静了几秒，周美芳回，青姨，妈也不想在群里说你，你愿意认个错，这事就过去。我打字，好，那我发点东西，先是一段饭桌视频，视频不是我拍的。那天陆家一个19岁的小表妹一直在拍吃饭素材发朋友圈，刚好完整拍到陆文文拿筷子敲我的手，也录进了她那段陆家规矩。昨天我已经私下联系小姑娘，她本来有点害怕，我说我不让你站队，只把完整原始视频发给我，她犹豫以后还是发了，现在正好用上。视频第1段，陆文文这盘蟹不是你先动的。第2段，周美芳，
文文说的没错。第3段，陆文文以后工资最好叫妈管。第4段，我哥家就是我娘家，我想去就去。刚才说提醒长辈没动筷的表姨先发，原来前面还有这些。陆家姑姑也尴尬了，文文拿筷子打嫂子手确实不合适。陆文文马上急了，我就轻轻碰一下。我回，你刚才说自己什么都没做，现在承认碰了。她没声了。周美芳，她一个小姑娘没轻没重，你当嫂子的也不能真打啊。我没跟她争，直接发第2张图。陆文文前2天跟我的聊天，我哥说这是他家，我临时住2、3个月怎么了？群里又静了。我补了一句，目前房屋为我婚前全款个人房产，我从未答应文文入住，备用钥匙也是未经我同意拿走，因此我已更换门锁。事情经过说完，以后谁再说我无缘无故换锁，请把这张截图一起看。这次群里彻底没声音了，只有陆文文私聊疯狂弹出来，你凭什么把私人聊天发群里？沈清怡，你有病吧？我什么时候真说要抢你房了？我没回，继续截图保存。半小时以后，周美芳单独打来电话，我接了，她第一句话就是沈清怡，你是不是非要让我们陆家丢人？我把手机放桌上，按下录音，我只是把事实发出来，家丑不可外扬，你不懂吗？群是你建的，事情是你先说的，现在我澄清，怎么就变我外扬？他明显一噎，过几秒声音压低，行，前面的事都不说。文文住你那里，也就是我们随口提，你非不肯就算了，可有件事我要提醒你，你跟燕州结婚以后，不能什么钱都攥自己手里。终于说到重点了，他继续道，文文最近有困难，燕州帮他一点也是应该的。我心里一沉，帮多少？他一顿，大概发现说漏嘴，我哪知道，你自己问燕州。我笑了，行，我会问，他还要继续训我，我直接挂了。晚上6点，我提前回家，把那张6万元转账流水打印件放在餐桌上。7点40，陆燕州进门，一眼就看见了，脸色当场变了。我坐在沙发，昨天早上我问你最近有没有大额支出，你说没有，现在重新回答，这6万是什么？他换鞋的动作特别慢，过了一会才道，文文信用卡周转不开，我先给他救急。谁的钱？咱们的钱。所以为什么不问我？她是我妹妹，怕你觉得我家占你便宜，怕我觉得你们占便宜，所以你选择偷偷占。你别说其中5万是你的，5万是我的，你转走6万，就算把你自己的5万全给他，剩下1万是谁的？他不说话了，我指着流水，还有，这是婚后生活备用金，我们约定过大额支出双方商量，你违约了。什么违约不违约？夫妻之间有必要这么说吗？有，尤其当一方撒谎的时候，这句话让他彻底没了声音。我把手机推过去，屏幕上是陈婷婷的收款记录，48小时，让他把6万退回来。什么？6万全部退？其中你要给他自己的那5万，你退回来以后，从你个人账户重新转，剩下1万是我的，他没资格动。陆燕州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，至于这么绝吗？至于，他现在根本拿不出6万，那是他的问题，你就不能体谅一下？他刷信用卡买包的时候，体谅过自己还不起吗？那是他自己的钱。我笑了，对，他花钱的时候是他的钱，还不起的时候变我们家的钱了，这个逻辑真漂亮。陆燕州脸涨得通红，我懒得跟你说，
他拿起手机就往书房走。我在后面提醒，48小时钱不到账，从下个月开始我不再往共同账户存钱，以后所有生活费用按时结付。他脚步猛地停下，你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既然你把家庭备用金当妹妹备用金，那我退出。这一次我真的开始把自己的钱一寸一寸收回来，而他第一次意识到我不是嘴硬，我是来真的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刚到公司，陆文文的微信就来了，就一句6万块就当你进我们家的见面礼了，不至于这么小气吧？我盯着屏幕看了3秒，然后笑了，真是人在无语到极点的时候，反而特别冷静。我回，请明确回答，这6万元是否由你本人收取？他秒回，是啊，我哥给我的。我继续，你是否知道其中包含我存入夫妻共同生活账户的资金？大概是这句话太正式，他隔了几分钟才回复，你们都结婚了，什么你的，我的。很好，我截图保存，然后不再理他。下午共同账户进了一笔3万元，付款人陆文文，备注还款。紧接着陆彦洲电话来了，我问什么时候？下个月，具体日期你一定要定这么死。对，他不耐烦，下个月15号以前。好，我在微信里把这句话重新确认一遍，确认陆文文已返还3万元，余款3万元于下月15日前归还。他回了一个截图保存。这些东西看着很冷，可越往后我越庆幸，家庭扯皮最怕一句我没说过，留了记录就没有。你记错了，那天晚上我取消了工资自动转入共同账户的设置，以后生活费每个月根据账单各付一半。我还整理了结婚以后所有共同消费，物业、水电、婚宴、尾款、车位、日常采购一个 Excel 表。陆彦洲看到以后冷着脸说，你现在跟财务审计一样。我头都没抬，我本来干这个的，婚姻过成这样有意思吗？我停下键盘，不是我把它过成这样的，在你转那6万以前，我从没查过你，是你告诉我不查就会吃亏。他不说话了。第二天周美芳上门了，当然门进不来。物业给我打电话，沈女士，一位自称您婆婆的女士要求进门。我问，有提前预约吗？没有，请她联系我。电话刚挂，周美芳就打来，开口第一句，你真把我当外人？我靠在椅背上，有事说事，我在你楼下。我知道，那你让物业放我进去。你先说什么事？他气的声音都抖了，我给我儿子送点东西还得向你申请。他不在家，我在，所以你来找我。那边一静，过了一会儿，他咬牙道，下来，咱俩谈谈。我看了眼时间，正好午休。下楼，周美芳坐在小区公共休息区，脚边放着一袋水果，一看见我就板着脸，现在见你一面，真难。我坐对面，所以什么事？他先拿长辈架子，你这样对文文过分了，哪件事让他还钱？借钱还钱，哪里过分？她是你妹妹，是你女儿，不是我女儿。他脸一沉，他跟燕州从小感情好，燕州的钱他愿意给妹妹，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我没管他个人账户，我管的是共同账户，你们结婚了，钱还分这么清？又来了，我看着他，周阿姨，你跟叔叔结婚几10年，你娘家弟弟现在欠钱，你会不经过叔叔同意，把家里存款给你弟吗？他一下闭嘴，我继续，你不会，因为你知道共同的钱不能一个人决定，怎么轮到我就应该闭眼。他开始绕，我不跟你讲这些大道理，一个家不能像你这么算，那我们就不讲大道理。我拿出手机，
剩下3万，15号还。他急了，文文最近正在准备换房，哪有钱，那就不换。他总不能睡大街吧，可以继续租。他现在那边房租1个月7000多，他选的。周美芳终于忍不住，青姨，你条件比他好那么多，你工资高，你又有房，帮妹妹一点怎么了？听到这里，我忽然就明白他全部逻辑了，不是谁应该负责，是谁有就找谁拿，而我恰好有，所以我就该给。我笑了，所以你今天来是让我免掉那3万？他嘴硬，也不是免，先缓缓，缓到什么时候？以后再说，那就是不想还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较真？他拍腿，我真没见过你这种媳妇，结婚没几天，跟婆家1分钱1分钱算。我站起来，那你今天见到了，以后慢慢习惯。他愣住，你什么意思？意思是我拎起包，以后关于钱只会比现在算得更清。还有，不要再来小区堵我，有事微信，未经邀请不要上门。他气得脸都白，我是你婆婆，所以我给你留了微信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走。后面传来他的声音，沈清怡，你这么做人，早晚把婚姻做没。我脚步没停，心里却异常平静。如果一段婚姻必须靠我交工资、送房间、替小姑还债才能维持，那不是婚姻，是长期供养合同。晚上陆彦洲没回来吃饭，10点才进门。一进来就冷冷道，你今天跟我妈说什么了？她找你告状了。她是我妈，所以她被你气得血压170，那应该就医，你能不能有点人情味？我正敷面膜，听见这话，忽然笑了。你妹妹欠我钱是人情，你妈堵我门是人情，我拒绝就是没人情。陆彦洲，你们家的人情只往一个方向流吗？他烦躁地坐下，你现在真的变了，我以前认识的沈清怡不是这样。我把面膜揭下来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是以前的沈清怡太想把日子过好，现在的沈清怡发现，想过好日子，首先得离想占便宜的人远一点。手机响了，物业打来，沈女士，门口有一对年轻夫妻，说是您先生的妹妹和妹夫，他们带着3个行李箱，说今天开始住您家。我闭了闭眼，好，钱还没还，房先来住了。这家人是真把我当慈善机构了。我站起身，拿上外套，请先不要放行，我现在回来。这一次，我要让他们彻底明白，我的房不是陆家的娘家。我开车到小区门口的时候，远远就看见陆文文3个大行李箱2个编织袋，周凯站在旁边抽烟，周美芳也在，3个人把门岗堵得严严实实。物业经理正在解释产权人没有授权，确实不能放。陆文文一看见我就心痒，嫂子，你快跟他们说一声，我都跟物业讲半天了。我走过去，讲什么？他理所当然，住你家啊！我看了眼地上那些行李，我什么时候答应过？他脸上的笑一下没了。我哥答应了，那让你哥给你房子，别动我的。周美芳马上插话，青姨，今天这么多人看着别闹。我往周围看了一圈，确实有人看，门岗旁边几个业主来来往往，可我一点没觉得丢人，丢人的又不是我，我没闹，我的房子不同意别人入住，很简单。陆文文火了，我是别人，对房屋产权来说是，你怎么张口闭口产权？因为你张口闭口想住。他被堵得脸红，周凯终于开口，嫂子，我们就是临时过渡，最多3个月，我们也不白住。我抬眼，多少租金？他一愣，啊，你说不白住，准备出多少？陆文文立刻推了他一下，给什么租金？这是我哥家。我点头，既然你这么说，更不能住。为什么？
因为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尊重产权。周美芳气得冲过来，你是不是非要把事情闹得这么难看？我们一家人在自己儿子家门口进不去，传出去别人笑谁？我平静地看着他，笑擅自拖着行李来别人房子的人。他脸一黑，沈清怡，房子再是你婚前买的，燕州现在也是你合法丈夫，这是夫妻共同居住地，他愿意让妹妹来住，有什么问题？有，夫妻共同居住不等于一方可以单方决定第三人入住。你就是欺负我们燕州没房。我听笑了，结婚前你怎么没说？我买房的时候也没拦着你儿子买，他自己选择没买，现在住我的房，反过来怪我欺负他。周围有人没忍住笑了，周美芳脸上挂不住，突然开始拍腿。我活这么大岁数，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儿媳妇，结婚10几天，娘家人来了，连门都进不去。我立刻纠正，这里不是陆文文娘家，她娘家在你家，这里是我的婚前住宅。这句话一出来，连物业经理都低下头装忙，陆文文眼睛都红了。哥怎么会娶你这种人？你赶紧让他跟我离。巧了，话音刚落，陆彦洲来了，车停得歪歪扭扭，人一下车就往这边冲，都干什么呢？周美芳立刻像找到主心骨，彦洲，你看看你老婆，文文在门口站1个多小时，她就是不让进。陆彦洲看我，青姨，我昨天不是跟你发消息了吗？你发的是文文最近可能需要住几天，我回的是不同意，你看见了吗？他脸僵了一下，看见了，那就没有误会，他不能住。陆文文立刻哭，哥，你真让我们拖着行李出去。周凯也皱眉，彦洲，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？这一句把陆彦洲架住了，原来他们私下早就说好，只是准备通知我，不是跟我商量。我心里最后那点幻想又往下掉了一截，所以你已经答应他了。他低声，我想着一家人。回答我，是。我点头，好，那我也告诉你，这是我的房，我不同意。你如果已经承诺给你妹妹提供住处，那是你的责任，你可以替她租房，或者，我停了一下，你陪她出去住。他猛地抬头，我没赶你，我给你选择，你是我的丈夫，我允许你继续住，但如果你坚持违背我的意愿，把别人带进来，那你也可以离开。现场一下安静了，周美芳气疯了，听听她都敢赶丈夫了。彦洲，走，今天你敢跟他进去，以后这个家就真姓沈了。说完，他一把拉住儿子。这个时候，一个男人到底有没有婚姻意识，一眼就看得出来。周美芳拉着他，走，妈另外给你找房。陆彦洲站在那儿，一会儿看看我，一会儿看看他妈，最后竟然弯腰提起自己妹妹一个行李箱。我站着没动，他走出2步，又回头想等我挽留，我没开口。周美芳反倒特别得意，我们走，有些人以后别后悔。我点头，慢走。陆彦洲脸更难看，青姨，你真就这样？哪样？看我走，是你自己选的，不是我赶的。他盯着我，眼神里有恼怒，也有一点不可置信，因为过去3年每次吵架都是我先缓和，他可能从没想过我真能看着他走。最后，他拉着一个箱子，跟着周美芳他们出了小区。物业经理小声问我，沈女士，那门禁权限？我看着他背影想了几秒，陆彦洲的先保留，其他3个人全部拒绝长期授权。晚上家里特别安静，2双拖鞋还摆在门口，他的剃须刀还在卫生间，衣服也都在，可人走了。我坐在餐桌边，反倒第一次觉得这个家终于安静了，
没有人逼我解释，没有人告诉我他妈多难，没有人拿一家人3个字跟我讨东西。我给自己煮了碗小馄饨，吃到一半，我妈打电话来，最近怎么样？我还没告诉她这些，本来不想让她担心，可听见她声音那一刻，我鼻子突然酸了一下。妈，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让我留陪嫁发票？她在电话那头沉默2秒，怎么，真用上了？我没说话。我妈叹了口气，青姨，妈不是怕你婚姻不好，妈只是活到这个岁数，看明白一件事，感情好的时候，东西分得清，不影响感情；感情不好的时候，东西分不清会要命。我眼眶一下红了。她问，燕州家里开始碰你东西了？我了一声，然后把事情简单说了。我妈听完特别安静，没有骂人，最后只说，你记住，我们家让你结婚是希望你多一个疼你的人，不是为了把你送到别人家学规矩。我眼泪一下掉下来，但那一晚我哭的不是因为委屈，而是突然发现，原来被真正疼着的人，根本不用靠忍受来证明自己懂事。第2天，陆彦舟没回来，第3天也没有，期间只发了一条，你冷静好了吗？我看见以后都笑了，明明是他离家，问我冷静好没有，我回我很冷静，剩余3万元还款期限不变，他没再回复。第4天上午，物业打电话，沈女士，楼下有几位亲属找您，这次有7、8个人，一个住不进去，全家族来了。我问，他们有预约吗？没有，那别放，如果持续纠缠，通知我。10分钟以后，门铃疯狂弹消息，开门按铃。周美芳在楼道里喊，沈清怡，你开门，今天大家都在把话说清楚。我看着门铃监控把录屏打开，然后给物业发了一条消息，麻烦保存公共区域监控，如果半小时内不离开，我报警。这一次我不跟他们吵，让法律跟他们讲规矩。楼道里一共8个人，周美芳、陆国平、陆家姑姑、2个姨妈、舅舅、陆文文，还有陆彦舟。这阵势不知道的还以为来抄家。我没有开门，门铃对讲开着，周美芳在外面拍门，青姨，你开门，今天当着大家面把事情说清楚。我坐在客厅沙发上，语气很平，有什么事在电话里说。陆家姑姑抢过去，青姨啊，我们今天都是来劝和的，你不开门算怎么回事？我问，我邀请你们了吗？外面静了一下，舅妈不高兴了，这孩子说话怎么这么冲？周美芳立刻接上，你们看吧，我平常就是受他这种气，儿子现在都让他逼得不敢回家。我听见这句差点笑，陆彦舟明明住婆家几天，怎么到了他嘴里成我逼得不敢回？我没急着解释，继续让他说。周美芳见我不开门，越说越起劲，我当婆婆的还图他什么？他房子我不要他钱，我也不要，我就要一家人和和气气。外面几个亲戚开始附和，是啊，青姨，再怎么样也不能不让丈夫回家。陆彦舟有自己的门锁密码，楼道里一下安静了。我继续，我从没取消，是他自己选择去婆家住。陆彦舟终于出声，声音很低，我密码还能用。周美芳明显没想到儿子会承认，马上岔开，那你为什么不让文文住？又回来了。我靠在沙发上，因为这是我的婚前房，我不同意。陆家姑姑劝，就住2个月，你房间空着也是空着。我问姑姑，你家是不是3室？是啊，文文去你家住2个月行不行？我家也有人，那我家也有人，他没生了。周美芳突然拍门，你就是瞧不起我们。砰砰砰，动静很大，
我看了眼时间，已经40分钟。物业保安上楼劝过一次没用，我通过对讲最后提醒，请你们现在离开，这里是住宅区，再持续拍门，我报警。周美芳更来劲，你报，我倒要看看警察管不管婆婆找儿媳妇。好，这是她自己要求的，我直接拨了110。15分钟以后，民警到了，楼道一下安静了。2个民警先询问情况，物业也派人上来，我这才打开门，只站在门内，没让任何人进。周美芳一看见民警就红眼，警察同志，你们听听，我是她婆婆，我儿子跟她结婚才半个月，她现在不让我儿子回家，还不让我们进门。民警问陆彦洲，你有居住权限吗？他低声，有。能开门？能。那他有没有阻止你回家？没有。周美芳脸一下难看。民警又问，房屋产权人是谁？我拿出手机里的电子不动产权证明，我婚前购买。民警点头，然后看向外面这些人，产权人不同意其他亲属进入，你们就不能强行要求，家庭矛盾可协商，不能长时间堵门拍门，影响正常生活。周美芳急了，可我是她婆婆。民警语气很平，婆婆也不能随意进入成年子女住宅。这一句把她脸说得青一阵白一阵，我当时真想鼓掌。她这些天拿我是你婆婆压我无数遍，终于有人用最简单的话告诉她，婆婆不是门禁卡。最后警方做了情况登记，要求他们离开。临走前，周美芳指着我，你以后别求我们。我站门内，好，请大家都记住这句话。他一噎，警察在旁边，他又不敢继续骂，一群人灰溜溜走了。陆彦洲留在最后，他站门口，我能进去吗？我看着他，你如果只是回来拿东西可以，如果回来住也可以，但有条件。他脸一变，回自己家还要条件？这是我们目前唯一还能维持婚姻的机会，你听不听？他沉默几秒，你说，第一，你家人未经我同意不得入住；第二，共同账户今后任何超过5000的支出双方确认；第三，你妹妹欠的3万元按时归还；第四，你母亲不再干涉我的工资；第五，房产加名到此为止，谁再提我会理解为你们仍然在惦记我的婚前财产；第六，遇到你家和我之间的冲突，你不能再让我单方面忍。他脸越来越难看，你这是给我签条约，你可以不接受，那怎么办？离婚2个字，我第一次真正说出来。陆彦洲整个人像被定住，你就因为我家这些事要离婚？不是，是因为每一次事情发生以后你的选择。他喉结动了动，青姨，我承认我没处理好，可咱们才结婚半个月，谁家刚开始没有磨合？我点头，所以我现在就在告诉你我的磨合标准，不是让我忍，是你学会尊重。他站了很久，最后进门了。那晚他睡回了客房。我以为他至少会收敛，可凌晨1点多，我去客厅喝水，看见茶几上放着一份文件，标题夫妻财产约定协议。我拿起来，第1页第2条，双方确认位于城市花园小区8栋160-2室房屋，虽登记于女方婚前名下，但婚后作为夫妻共同居所，女方同意将50%产权份额赠与男方。我足足看了半分钟，下面还压着一张便签，陆彦洲的字，我妈找人拟的。她说签了以后，大家心里都有安全感。那一瞬间，我连气都生不出来了。半个月，结婚半个月，他们终于连遮羞布都不要了。我拿手机拍照，扫描，保存，然后给林之恒发了一条消息，
明天有空吗？他秒回，怎么？我拍了协议第1页，3秒以后，他回了4个字，准备离吧。我看着那4个字，心里竟然一点都不意外。这场婚姻从那盘蟹开始，到这张房产协议，终于把他们所有真正想要的东西摆上桌了。第2天早上，陆彦洲醒来的时候，那份财产协议还放在茶几上。我已经穿好衣服准备上班，他看我一眼，协议你看了？看了，你怎么想？我一边戴手表一边问，这是你的意思还是你妈的意思？我妈是觉得，我问你。他沉默，这种沉默已经是答案。我点头，知道了。他明显急了，我不是非要你加名，那你为什么把协议拿回来？我妈已经找人写了，我就想着让你看看。然后呢？如果你觉得不合适，可以改，不用改，我不签，永远不签。而且这件事到此为止。他皱眉，你总得理解我的感受吧？我住在你的房子里，每次吵架你都强调房子是你的，我没有安全感。我看着他，安全感不是拿走我一半房子，那是什么？是你自己挣钱买。一句话他彻底说不出来。我拿包，晚上不用等我，我约了律师。什么意思？讨论离婚，离清怡。我停在门口，别喊，昨晚是你把50%房产协议放我桌上的，你们已经开始做法律文件，我也可以。他冲过来，就这么严重？严重？你妈要我的工资，你妹妹要我的房间，你私自转走共同资金，现在你们又要一半房产。我如果再看不懂，那就是我蠢。他的脸一点点白下去，我真没想占你房子，那你就应该在协议拿到手的时候撕了，而不是拿回来给我签。说完，我出门了。当天上午，我正式委托林之恒，他先做的不是起诉，是让我把资料补齐，婚前房证明、结婚日期、共同账户流水6万元转账、陪嫁清单、陆家群聊、物业报警记录。那份财产协议一样一样摊在桌上。林之恒翻到最后抬头看我，你想好了？我点头，想好了。结婚不到1个月，外面很多人会说太冲动，我知道，你会后悔吗？我停了一下，以前可能会，现在不会，因为这不是一件事，一件事可以磨合，可每一件事都在告诉我，他们家的底层逻辑就是，我的东西应该拿出来，他们的要求不该被拒绝，而陆彦洲永远要求我退。林之恒点头，那就准备。我们初步做了2套方案，协议离婚优先，共同账户里双方原始投入和现有余额清楚，陆文文剩余3万元属于争议资金，需要追回，家具家电按照陪嫁证据归我，婚后购买的少量物品可以折价，车辆主要是陆彦洲婚前购买归他，我的婚前房与他无关，孩子没有。其实真的算起来，这段婚姻特别好，拆时间短，利益交织还没深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越来越清醒，问题暴露的早。下午周美芳突然发来邀请，下周6我60岁生日，已经订好酒店，清怡，你来。我盯着那条消息，陆彦洲随后发，我妈想借生日把大家叫一起，把误会说开。我问，他知道我咨询律师了吗？过了10分钟，他回，我跟他说了。我笑了，果然，他不是突然想和解，是知道我要离婚急了。当天晚上，陆家姑姑给我打电话，清怡啊，夫妻没有隔夜仇。你婆婆这个人是嘴硬，60大寿，你过去给她个台阶。我问，她要什么台阶？你就敬杯茶，说前面都是误会。文文那边6万块钱本来也是兄妹之间帮忙，你别逼着马上还，还有房子，
果然重点来了，房子怎么？他语气一下轻了，你既然真心跟燕州过，哪怕不直接加名，也可以写个协议，让男方有点安全感。我听着忽然觉得这生日宴很值得去，于是我笑了，好啊，姑姑明显没想到我答应这么快，你愿意来太好了，那天大家好好谈。我挂完电话，把录音保存，然后给林之恒发消息，寿宴我准备去，他回别动手。我笑，放心，我现在不用手，证据比巴掌疼。接下来几天，陆家忽然特别安静，周美芳不骂了，陆文文也不在群里阴阳我，连陆彦洲都变得殷勤，买菜拖地洗碗，晚上还主动问我明天早上想吃什么。如果是半个月前，我可能真会心软，会觉得他知道错了。可现在我只觉得一个人不是不会做，是以前觉得没必要。周五晚上，他坐到我旁边，青姨，房子的事我跟我妈说了，不加，以后也不提。我点头，好。他想松口气，那律师那边继续。他表情僵住，我都退了。什么叫都退了？房子不要钱也让婷婷还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看着他，你以为我离婚是因为你还没退到一个合适价格？他脸一下难看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那就别再说。周六寿宴以后，我们正式谈离婚协议。他坐在旁边半天没动，最后很低地问，真没机会了？我没有回答，因为有些答案不是某一天突然变成没有，是前面每一次失望一点点减掉的。第二天，我去银行打印最新流水，物业给我盖了门禁与报警情况说明。我妈把所有陪嫁发票原件送来，林之恒帮我把其中一份函告发给陆文文，要求在指定日期前归还剩余3万元。另一份是离婚协议初稿。我把所有材料放进一个黑色文件袋，晚上临出门，我妈问，真要去？去。怕不怕他们人多？我笑了，以前怕，现在不怕。为什么？我拍了拍手里的袋子，因为他们人再多，也多不过事实。60大寿，整整24个亲戚，大包厢门一打开，所有人都回头看我。周美芳穿着红色外套坐正中央，一看见我眼睛都亮了，不是高兴，是那种终于等到叫媳妇低头机会的亮。她大概以为今天是她的主场，可她不知道，我来之前已经决定好了，今天谁想说我都让她说完，说得越满一会儿，脸越疼。我刚坐下，周美芳就让服务员端来一杯茶，特别明显，杯子直接放到我面前。陆家姑姑笑着说，青姨，今天是你妈60岁，前面的事就翻篇，给妈敬杯茶，听起来多和谐。可我没动，她也没碰筷子，就等着。满桌亲戚全看我。陆彦洲坐我旁边，小声道，先敬一下。我转头看他，为什么？今天他生日就必须接受敬茶。他脸色有点变。周美芳马上红眼，算了，她不愿意就算了，我这个婆婆哪配喝她一杯茶？经典一开口就是委屈。周围亲戚果然开始劝，青姨，老人生日再大矛盾也得给个面子，婆婆都60了，你年轻让一步不吃亏。我没急，就看着他们一个一个说。林之恒告诉过我，别急着打断，让对方把诉求说完，事后就不会变成我们根本没那个意思。所以我点头，还有呢？陆家姑姑以为我松口，赶紧说，其实今天叫你来，也是大家帮你们小两口把事情理一理。第一，文文，那6万本来就是燕州帮妹妹，你让她还3万，已经够了，剩下3万就别追了。我问，第二呢？舅妈接话，第二就是房子，我们不是要你的房，
就是你和燕州结婚了，男方名字一点没有，确实没安全感，可以写个夫妻协议。我点头。第三，周美芳终于自己开口了。第三就是你这个脾气，我当婆婆的说一句，你别嫌难听。女人结了婚，不能还像单身一样，工资自己拿着，房子自己管着，婆家谁都不能进，那还叫什么结婚？燕州是我养大的，以后她要养我们，你作为儿媳妇肯定也得承担。我没说现在拿你全部工资，但你们每个月你俩收入加起来也有4万多，一个月给我们8000。他说完我都没打断，算盘打得真具体。还有吗？周美芳看我一直不反驳，以为我真服软了，胆子更大。文文那边最近想换套2居，首付不够，你们做哥嫂的，以后有能力还是得帮，也不用多，10几万就行。陆文文在旁边赶紧补，我以后会还，我看他像那6万一样。周美芳立刻打圆场，所以才说一家人不能总谈还不还，将来你和燕州生孩子，文文这个当姑姑的也会帮你。我差点笑出声，还没出生的孩子已经开始给今天的借款担保了。我继续，还有吗？这回连陆燕州都察觉不对，他小声，青姨差不多了。我看向公公，叔叔呢？陆国平一直低头喝茶，被点名才咳一声，我没什么，我就觉得你妈也是为这个家好。又是这句，几10年了，他大概只会这句。我点头，好，现在是不是都说完了？没人回答。我打开黑色文件袋，整个桌子的气氛一下变了。周美芳盯着我手里的材料，你拿什么？既然今天要把事情理清，那就按你们刚才说的顺序。我拿出手机。第一，你们一直说那天饭桌是我无缘无故打文文，我们先看原始视频。我把手机连接包厢电视，画面投上去，饭桌实况。陆文文拿筷子抽我手，这盘蟹不是你先动的。接着周美芳声音，文文说的没错，再往后工资上交，以后伺候老人，妹妹想去哥家就去，全部清清楚楚。包厢特别安静，我没解释，视频播完才关。第二，我打开一段语音，周美芳，你的工资以后别自己乱花了，剩下的交给我。他脸瞬间变色，你录我音，这是你微信发给我的，我只是保存。他嘴唇动了动，说不出话。我继续。第三，6万元，银行电子流水投到屏幕，转账日期、金额、收款人陆文文，清清楚楚。我看向小姑子，你在群里说这是你哥自己的钱，实际上当时共同账户共10万元，其中5万元由我存入，你目前归还3万元，剩余我拿出律师函放到他面前，请在律师函约定期限内支付。他脸一下白了，你还真给我发律师函？对，为了3万块，不是我看着他，为了让你知道别人的钱不是你一句一家人就能拿走。周凯脸色特别难看，小声道，我们会还。我点头，那最好。第四，我拿出物业记录，你们说我无缘无故不让婆家进门，这里是物业记录。陆文文未经我同意持有备用钥匙，之后拖着行李要求长期入住，被拒绝以后，8位亲属连续堵门，警方出警记录在这里。我又放下一张复印件，刚才还劝我大度的几个亲戚，一个都不吭声了。我看向陆家姑姑，姑姑，你刚才说我不给婆家留门，那天我问你让文文去你家住3个月，你为什么不答应？他脸一下涨红，我家情况不一样，每家情况都不一样，所以不要拿别人的房子做人情。他彻底不说话了。我继续拿出房产证复印件。
第五，你们最关心的房子，购房时间婚前3年，产权人沈清怡，首付款由我与父母支付，贷款婚前全部还清，装修主要支出也有完整流水和发票，因此我把文件放在桌上，不会加名，不会赠与，不会签你们那份50%产权协议，以后也不要再提。周美芳终于坐不住了，谁稀罕你的房？我笑了，那太好了。这是你们那份协议，我把夫妻财产约定协议放桌上，既然不稀罕，谁解释一下这是什么？他脸一下惨白，周围所有亲戚全低头看，有人小声嘀咕，还真写一半，这就有点婚前全款房要一半说不过去吧。周美芳急了，我就是给他们小两口一个保障。我问，保障谁？为什么不是陆彦洲把自己的婚前财产给我一半？他彻底说不出来。最后我拿出一份文件，这次没有投屏，直接推到陆彦洲面前，离婚协议初稿。他脸一下失去血色，清怡，你真要在这里拿这个？不是你们今天叫大家来把事理清吗？我语气特别平，那最后一件就是我们夫妻的事，关于婚姻，我决定结束。整个包厢瞬间炸了，周美芳第一个喊，不行。为什么？刚结婚1个月不到传出去，让人笑死。我看着他，到现在他第一反应还是面子，不是儿子，婚姻没了，是别人会笑。我点头，那是你的问题。他猛地站起来，就为了闻闻那一巴掌。我也站起来，不是，是那一巴掌以后，你们让我看见了所有东西。你要工资，要钥匙，他转钱，你们要房，亲戚堵门，最后还要我每月固定给8000，以后再替他准备10几万首付。我扫了一圈，这不是一家人在过日子，这是你们在给我列收费清单。有人没忍住，低下头笑了。周美芳气得浑身发抖，彦洲，你管不管你老婆？所有人看向陆彦洲，他坐在那里脸白的吓人。过了几秒，他才开口，声音很哑，妈，别说了。周美芳愣住，什么？我说别说了。他站起来，房子以后不提，钱我还，文文也不要住，你们都别再管了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忽然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如果这一句话他在第一天饭桌上说，也许一切都不一样。可现在不是勇敢，只是代价终于落到他头上以后，他害怕了。我收起文件袋，生日快乐，我先走。刚走到包厢门口，身后传来周美芳的哭喊，你今天赶走，就别再进我们陆家门。我停了一下，回头，周阿姨，从你们第一次给我立规矩那天开始，我就没打算再进了。说完，我推门出去，陆彦洲追到酒店大堂，一把抓住我的包带，清怡，我转头松手，他立刻放开，脸上第一次有真正的慌。我跟我家说清楚了，以后他们不管我们，房子也不加，钱我马上补给你，咱们别离。我看着他，你现在知道这些不该做了，知道是因为觉得不对，还是因为我要走？他张了张嘴，没回答。我笑了一下，你看，连你自己都知道答案。我转身走，他还在后面叫我名字，这一次我一次都没回头。寿宴第2天，陆彦洲回家了，不是回婆家，是回我这里。下午5点，我开门的时候，他站在外面，手里拎着一个纸袋，头发乱糟糟，像一晚没睡。能进去吗？我让开，进来吧。他进屋以后一直站着，过了一会，从纸袋里拿出一张转账回单，3万，我替文文补进共同账户了。我扫了一眼，他欠的钱，为什么你补？他手上确实没有，那是你们兄妹之间的事。我把回单收下。他看着我，离婚协议
我看了，有什么意义？我不想签，那只能走诉讼。他眼眶一下红了，青姨，咱俩3年，你真说不要就不要了？我坐到沙发，不是3年不要，是结婚以后我第一次看见真实的生活分工。你家人提任何要求，你负责劝我接受；我提任何边界，你负责说我计较。这种婚姻我不想过。他声音发抖，我可以改，改什么？以后我站你。我轻轻摇头，你不是不知道该站谁，你只是以前觉得我不会走。这句话说完，他整个人像被抽掉力气，慢慢蹲下来，最后竟然跪在茶几旁边。我皱眉，起来。青姨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保证以后我妈不会管我们，我妹妹也不会再来，工资你自己拿，房子也是你的，我什么都不要。我听着这些话，忽然觉得特别讽刺，这些本来就是我的，怎么从他嘴里说出来，像他终于大度到愿意还给我？陆彦舟，你起来，我不需要你跪，也不需要你批准，房子是我的，它本来就是我的。他慢慢抬头，眼泪都下来了。你是不是一点感情都没有了？有，我承认，所以我才会难过。但有感情不代表必须继续，我以后会保护你。我笑了笑，我现在已经会保护自己了。他跪在那里很久，最后还是站起来。我把离婚协议递给他，你可以拿回去看，如果财产条款有问题，让律师联系林之恒，其他不用谈。那天晚上他没留下。第2天，周美芳住院了，陆家姑姑在群里发，嫂子气得血压飙升进医院了。紧接着私聊我，青姨，你就算要离婚，也去看看老人。我问，医生诊断什么？高血压需要手术吗？不需要。有住院陪护需要吗？彦舟和国平都在，那就够了。他发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表情，她毕竟是你婆婆。我回，目前她有丈夫，有儿子，有女儿，照护人很充足，请不要把照顾责任自动分配给我。他半天没回。以前我看到老人住院，哪怕跟自己没关系，也会觉得心里过不去。可这次我很清楚，如果我一去，事情马上会变成你看青姨，心里还是有我们，孩子都来了，有什么不能原谅？我不是不关心生命，我只是拒绝让生命变成拿捏人的工具。下午，陆彦舟给我发消息，我妈没大事。我回，好。他问，你不来吗？你们人够。他咳了很久，最后回，我知道了。3天以后，双方律师第一次正式沟通。其实财产并不复杂，婚姻时间太短，没有孩子，也没有大额共同购置房产。争议最大的是那6万元现在已经补回，共同账户剩余金额按各自投入比例和实际消费结算。我婚前房归我，陪嫁家具家电归我，他的婚前车辆归他，婚后一些金饰礼物根据购买性质各自拿回。陆彦舟最后只提了一个要求，让我再住1个月找房，我拒绝，最多7天。林之恒问我确定，确定，7天后必须搬完，最终写入协议。7天内他开始收拾东西，我第一次发现一个人在你生活里待了3年，真正装箱的时候也就10几个纸箱。第3天，他整理抽屉时翻出我们的婚戒盒，坐在地板上盯了很久。我从门口经过，他忽然问，你还记得求婚那天吗？记得，你当时哭得特别厉害。那时候你真想跟我过一辈子吧？我站着，想过。他眼睛更红，那为什么现在这么狠？我看着他，不是狠，是我终于知道一辈子不是靠求婚那一天决定的，是靠结婚后每一天。你第1天让我忍，第2次让我让，
第3次觉得我的钱可以拿，第4次觉得我的房也可以商量。你不是一天失去我的，是一件一件失去的。他低下头半天没再说话。第7天，他的东西全部搬走，物业权限也在当晚做了变更。我站在门口，他最后拖着箱子出去走2步又停下。青姨，我现在才明白，我以前总说夹在你和我妈中间很难，其实我根本没夹，我一直默认你会退。我没说话，他苦笑，你说的对，我不是不会选，我是觉得你不会走。我点头，现在知道就行。他看着我，还有可能吗？我摇头，没有。他眼泪一下下来，可我没动。一旦一个女人彻底明白男人的眼泪并不比自己的委屈值钱，很多事情就简单了。离婚调解当天，双方对财产没有大争议。签字前，陆彦洲忽然问我还是想问最后一句，就因为那一巴掌的事，真值得走到离婚吗？我放下笔看着他，不是那一巴掌，是那一巴掌让我发现你们全家都觉得可以决定我吃什么，钱怎么花，房子谁住，工资交给谁，只要我爱你，这些都该忍。我重新拿起笔，所以值得，特别值得。然后我签下名字，那一笔没有想象中那么沉，反而特别轻。拿离婚证，那天天气特别普通，没有下雨，也没有大太阳。民政局门口人来人往，有人刚结婚，有人刚离婚。我和陆彦洲从窗口出来，2个人手里各拿一本证。他站在台阶下面看了半天，忽然问：你以后会后悔吗？我想了想，也许会后悔结婚太快，但不会后悔离开。他苦笑了一下，你还是这么狠。我摇头，以后你会明白，清楚不是狠。说完，我转身走。这一次我们没有拥抱，没有，还是朋友，也没有彼此祝福。有些关系结束干净一点最好。离婚后第3天，我去物业修改了家庭信息，陆彦洲从常驻成员里删除，周美芳和陆文文的访客备注全部取消。物业小姑娘问，以后他们如果来找您，正常访客流程未经确认不放行。明白。1个星期后，陆文文居然真来了，不是搬家，是来拿一件她之前落在这里的外套。物业给我打电话，我回，让他在大厅等。我下楼，他一看到我就板着脸。我的衣服，我从袋子里拿出来给他，他接过去站着没走。过了一会儿，忽然阴阳怪气，你现在满意了？我哥为了你离婚。我差点笑，不是为了我，是因为他不懂怎么经营婚姻。他冷笑，你以为离开我哥，以后还能找到多好的？我看着他，文文，你到现在还不懂，我离婚不是为了找下一个，我是为了不用再跟你们过。他脸一下僵住，我继续，还有，以后别叫我嫂子，我们没关系了。说完我转身，他在后面喊，你就一点都不怕别人说？我停了一下回头，以前怕，现在发现别人说2天就忘了，日子却是自己一天一天过。后来我听共同朋友说，周美芳很长一段时间都接受不了，尤其逢人说起这段婚姻，她总强调她脾气太大，就因为吃饭那点事，可同一个亲戚群里再也没人像最开始那样帮她骂我，因为那些录音、视频、流水都还在。甚至有一次，陆家姑姑自己在群里说了一句，都过去了，就别再提，说到底当初确实不该碰青姨的房。周美芳气得退了群，第2天又自己加回来。至于陆文文，她后来没换成更贵的房，信用卡也开始自己还，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普通？对，这才是真实的代价，没有嫂子替她填窟窿，她就只能过与自己收入匹配的日子。陆彦洲租了一个1室1厅，距离公司20分钟，
以前他总觉得租房不划算，等真搬出去才知道，物业、水电、网费、买菜、清洁、家具，每一样都要钱。以前住我的房，他一个月往共同账户放15000，还总觉得自己承担很多。后来一个人生活才慢慢明白，当初我提供的不只是房子，还有整套稳定生活。离婚2个月以后，他给我发过一次消息，妈又催我相亲了，我没回。第2条，我拒绝了，还是没回。第3条，青姨，我现在真的知道错了，我看见以后直接把聊天窗口设成不提醒，不是拉黑，也没必要，他的成长是他的事，不需要我验收。我自己的生活倒是越来越舒服，我把原来的客房重新装修，那间房曾经是陆文文看中的，他说这房间采光不错，以后我住这间。现在我拆了床，靠墙做了一整面书柜，窗边放一张原木书桌，另一边摆了跑步机。我妈过来看进门第一句就是，这可比放一张床强多了。我笑，本来就是。我还换了餐桌，原来那张桌子是结婚时买的，每次看见总会想到婆家那顿饭，换掉以后家里一下像重新属于我。周末我妈来吃饭，我去菜市场买了2斤基围虾，回来做油焖大虾，锅盖一掀，满屋香味。我妈坐在桌边看着那盘虾，忽然笑，就是因为虾，我也笑了。起因是一只蟹，后来发现他们想要的可不止一只。后来很多人问我，如果当时你忍一下，是不是婚姻就不会散？我的答案一直都是可能。如果我那天不还手，小姑子会觉得嫂子能管，婆婆会觉得工资能要，丈夫会觉得妻子会退，然后下一次可能不是一盘蟹，是我的工资，再下一次是我的房，再下一次可能是孩子、养老、娘家钱。人的底线就是这样，你第一次退1米，别人很少感谢你，他们只会记住这里原来还能再往前走1米。所以我从来没后悔那一巴掌。当然，现在再让我重来，我未必动手，我会录像，会报警，会直接走人，因为现在的我已经知道，真正厉害的反击不是声音大，是对方伸手的时候，你能清清楚楚告诉他这里不能碰，然后真的让他碰不到。那天吃完饭，我妈帮我收碗，我把她赶出去，你坐着，今天我洗。她笑我，以前结婚以后，不是说以后都有人陪你做家务，我手里冲着盘子也笑，现在发现一个人洗也挺好，至少没人一边让我洗，一边给我立规矩。阳光从厨房窗户照进来，桌上还剩半盘虾，想吃就夹，不用看谁脸色，不用等谁动筷，也没有人用筷子敲我的手。门锁是我的，房子是我的，钱是我的，日子也是我的。至于陆家的规矩，谁按守谁守，反正从今以后跟我没关系了。后来我才真正明白，婚姻里最危险的从来不是一场吵架，而是有人一点点告诉你，这点小事忍一下吧，老人不容易忍一下吧，妹妹还小忍一下吧，一家人别计较忍一下吧，房子加个名字而已，工资交出来而已，亲戚住2个月而已，钱借出去不用催而已。等你忍到最后，才发现自己的生活已经被别人一点点搬空。我很庆幸那一天我没有为了新婚第5天这个面子低头，我也很庆幸那一巴掌以后我没有只会继续吵。我查流水、留聊天、找物业、做录音、咨询律师，把我的房、钱和边界一点一点收回来。真正让陆家后悔的，从来不是我那一巴掌有多响，而是他们后来终于发现，那个原本最好说话、最好哄、最愿意为了家庭让一步的女人，一旦不让了，他们什么都拿不到。
而我离开以后，并没有过得凄惨，也没有等着谁来救。我还是每天上班，周末陪父母吃饭，偶尔和朋友出去旅行，自己交物业，自己买菜，自己决定家里谁能进门。这样的生活听着没什么惊天动地，可只有真正经历过被人拿规矩压着的人才知道，能安安稳稳坐在自己家的餐桌前，想吃什么就加什么，其实就是一个女人最踏实的底气。所以，如果再有人问我，为了婆家一盘蟹，离婚值得吗？我还是那句话，不是为了那盘蟹，是因为从那盘蟹开始，我终于看懂了，他们想让我守的从来不是规矩，是服从。而我这一辈子可以讲礼貌，可以讲感情，可以讲孝顺，但唯独不会再把自己的尊严交给别人保管。